大家好，这里是 Jeffrey Tech。iPhone SE 系列产品通常以小屏幕为主，并被认为是苹果最具性价比的手机之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下一代 iPhone SE 将不再坚持小屏幕设计，并且在外观上将有全新的变化。近日，有媒体透露，一些保护壳厂商已经获得了 iPhone SE 4的金属模具。从曝光的图片来看， iPhone SE 4看起来像是一款单摄版的 iPhone 14。结合图片来看，设备模具中展示了中置打孔的屏幕设计，其中隐约可见摄像组件和 Face ID 传感器的预留点位。也就是说，这一代的 iPhone SE 4将会正式取消 Touch ID Home 键。对于喜欢实体按键的用户来说，可能还是需要回头去购买 iPhone SE 3。机身背面可见一个镜头和闪光灯组件横向排列的摄像区域，且并没有设置整体的摄像模块，而是采用了镜头单独安置的方案。类似于 iPhone XR 的设计，后置的摄像头传感器比前代产品更大，且与机身背板之间的连接更加平整。机身侧边方面，仍旧是采用了分体式的音量调节按键，且与电源按键分开安置在了机身两侧。同时，在音量键上方还可见一处开口。此前的爆料称 ，iPhone SE 4将新增可自定义配置的操作按钮，但参考爆料中展示的开口尺寸来看，该区域似乎还会应用波动式的静音开关。如果爆料准确的话，那么在 iPhone 16系列全系换用操作按键后， iPhone SE 4将是新一代设备中唯一可选的波动式静音按键机型。不过，鉴于目前距离 iPhone SE 4的发布还有着一段时间，其是否会引入操作按键暂时还没有确定信息。机身底部设计方面，这组保护壳图片中并不能确定采用的具体方案，但结合以往爆料来看，全新的 iPhone SE 4采用了与目前 iPhone 系列一致的平直侧边框方案，且机身底部应用了 USB-C 接口设计。机身尺寸方面，按照爆料中的说法， iPhone SE 4将配备一块 6.1 英寸的显示屏，机身尺寸为高 147.7 毫米，宽 71.5 毫米，厚 7.7 毫米。就目前的爆料数据来看， iPhone SE 4与 iPhone 14的机身尺寸十分相近，但比第三代 iPhone SE 要更大更厚。据悉， iPhone SE 4的设备定位是以预算为导向的，基于此其在外观全新设计的同时，也有望带来较之旗舰系列稍低的定价。除了 iPhone SE 系列的迭代，最近不少用户还在关注 iPad 系列设备的更新情况。此前曾有爆料称苹果会在今年3月带来新 iPad Pro 和 iPad Air 的发布，但如今时间已经来到了2024年4月， iPad 新品并未到来。目前有消息提到了苹果 iPad Pro 2024的发布时间延期至5月份。iPad Pro 发布推迟的原因是 OLED 面板供应不足。据悉，新款的 iPad Pro 型号有4个，分别是 J717、J718、J720 和 J721。这些新型号将搭载全新的 M3 芯片，并且将支持重新设计的 Magic Keyboard 和 Apple Pencil。这次更新是自2018年以来该系列的首次全面改版。同时， iPad Air 上一次更新是在2022年，当时搭载了 M1 芯片。据报道，新款 iPad Air 将配备新处理器。此外，新款 iPad Air 将提供 12.9 英寸的屏幕尺寸选项，这意味着消费者可以用比更高端的 Pro 系列更低的价格获得一款大屏幕的 iPad。目前因为 Pro 系列提供了更高端的性能， iPad Air 的起售价为$599，而 Pro 系列的价格则比 Air 系列高出$200。新一代 iPad Pro 和 iPad Air 有可能在今年5月才会正式到来，感兴趣的用户还需要继续等待一段时间。话说回来，尽管如今 iPad 产品多种多样，但引起人们最大兴趣的仍然是 iPad mini 系列。这并非空穴来风，关键在于其他 iPad 相比之下，实用性相对较低，而唯有 mini 版备受游戏爱好者青睐。回顾去年发布的 iPad mini 6，这款小巧却强大的设备拥有一块 8.3 英寸的显示屏，采用 USB-C 端口，搭载令人难以割舍的 Touch ID 电源按钮。此外，这款设备还搭载了 A15 处理器、5G 网络支持和1200万像素的后置摄像头，并全面支持第二代 Apple Pencil。对于追求顶级游戏体验的用户来说，考虑入手 iPad mini 6是个不错的选择。最近，关于 iPad mini 7的消息已经悄然浮出水面。
据爆料者 Mark Gurman 最新消息透露，苹果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发布 iPad mini 7。那么我们可以期待哪些升级和变化呢？先说屏幕。谈到 iPad mini 6时，很多用户抱怨它在竖屏模式下出现的果冻滚动现象。所谓的果冻屏现象指的是屏幕撕裂。在竖屏状态下，用户用手指上下滑动屏幕时，屏幕两侧的刷新率不一致，导致屏幕内容出现像果冻一样晃动的效果。具体到 iPad 上，当手指划过 iPad mini 6的屏幕时，屏幕会以波浪状的方式显示内容，割裂感十分明显。因果冻屏问题， iPad mini 6在美国引发了一场集体诉讼，起诉者称使用 iPad 时会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针对这一问题，第7代 iPad mini 将通过调整屏幕组件布局来减少这种视觉影响。虽然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改进是否只涉及横屏模式，但苹果显然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如果你期待的是屏幕规格的全面升级，可能会感到失望。尽管苹果改变了 iPad mini 的屏幕组装方向，但 iPad mini 7的显示技术仍然停留在60Hz， 并且继续使用 LCD 屏幕技术。据称，为了降低 iPad mini 7的生产成本，避免售价过高，苹果在屏幕刷新率方面做出了妥协。性能方面，下一代 iPad mini 肯定会具备更快的处理性能。现有的 iPad mini 采用 A15 仿生芯片，根据爆料， iPad mini 7将采用 A16 仿生芯片。对于苹果用户来说，搭载 A16 芯片的 iPad mini 7可能不会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式升级，因为 A16 芯片的性能显然落后于 iPhone 中现有的 A17 和 A18 芯片。尽管如此，用户仍然可以期待新 iPad mini 在 CPU 和 GPU 性能上的适度提升。此外， iPad mini 7的零组件也将有所更新，包括支持 WiFi 6E 和蓝牙 5.3 等。如果你是个热衷于自拍或视频通话的人， iPad mini 7的摄像头更新也可以期待一下。据预测，前置和后置摄像头都将得到升级，确保每一次拍摄都更加清晰。颜色方面， iPad mini 目前提供了深空灰、星光色、粉色和紫色可供选择。据称，苹果可能会保留其中一些颜色，并考虑引入1-2种新的配色方案，让用户的个性选择更加多元。总的来说，相较于之前的型号， iPad mini 7可能会更新处理器，改进屏幕和相机系统，并有望带来更长的电池寿命。至于发布时间，尽管我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这位新成员，但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可能得等到9月甚至更晚的时候，才能迎来这位新星的闪亮登场。有兴趣的小伙伴不妨再耐心等待一下。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大家对苹果 iPhone SE 4和 iPad 新机还有什么期待吗？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交流互动。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